今天我们要谈的不只是澳洲经济，而是直接牵动你钱包、投资布局，甚至未来几年财富走向的三股力量：移民、就业，还有资源。这三大支柱就像三只隐形巨手，一起左右住澳币的命运，推着它上升，压着它回落，甚至决定全球资金要不要流向澳洲。今天我会把这几年在澳洲的经历都分享给大家，保证哪怕你是对金融一窍不通的投资小白，听完这场分享也一定能对澳洲经济有个脱胎换骨的认识。大家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在影片的结尾，我特别准备了一个 bonus 送给大家，那是一个关于未来几个月如何实操布局澳币与相关资产的具体建议，真的是钱货中的钱货，错过绝对会后悔。首先我们来聊聊这第一大支柱，也是最充满焦虑与梦想的一环，那就是移民。讲到澳洲，很多人脑子里想的是蓝天白云跟考拉，但对我来说，澳洲经济的底色其实是由无数个带着全家积蓄、满怀希望却又无比焦虑的人拼凑起来的。我给大家讲个我身边最真实的故事。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叫阿杰，几年前他为了给孩子更好的教育环境，带着一家老小好不容易拿到了签证来到澳洲。我记得他刚落地的那几个月，我们每次喝咖啡他都在叹气。他跟我说他整个人处于一种极度的恐慌中，每天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银行 APP 看汇率，看住手里那点老家的存款换成澳币后缩水了一大截，心里那个疼啊。那时候他去看房租房，原本以为自己预算挺足的，结果到了现场一看，整个人都傻了。一套普普通通，甚至地板还会嘎吱响的郊区房子，门口竟然排了30几个人在那里等住看房，那个场面真的像是在抢救灾物资一样。阿杰为了不让老婆孩子跟住他住酒店，最后咬着牙主动跟中介说每周加价50块澳币，才总算抢到一个落脚点。这不仅仅是阿杰的故事，这也是我刚来澳洲时最深刻的恐惧，那种我要在这里扎根，但我好怕被这高昂的物价生吞活剥的心理压力是非常真实的。但大家发现了吗？正是这种恐惧和求生欲，还有几十万个像阿杰这样的新移民安家落户的刚性需求，成了推动澳洲经济最猛烈的一把火。你想想看，这些人一落地要干嘛？要租房，要买家具，要买车，要送小孩去昂贵的私校，要在超市买那些贵得离谱的蔬菜水果。这种瞬间爆发的消费力，就像给澳洲经济打了一剂强心针。当几十万人同时都在抢资源的时候，人多房少，物价跟房价当然就像坐火箭一样往上窜。这时候澳洲央行的那个管钱的老大，也就是 RBA， 他们一看这物价涨得太凶了，老百姓都要吃不起饭了怎么办？他们就必须涨利息，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升息。这里就是财富密码了，小白一定要记住，利息一高，全世界的热钱就会像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涌进来。大家会想说，既然把钱换成澳币存进澳洲银行能拿这么高的利息，那我为什么不换呢？于是大家疯狂买入澳币，澳币汇率自然就硬起来了。所以移民不仅是带来了人，更是带来了支撑澳币汇率的底层逻辑。但这里面也有非常残酷的政治博弈。现在澳洲本地人因为房租涨得太离谱，天天在网上骂政府，说都是因为移民太多才让大家活不下去，所以政府现在迫于压力开始大砍签证，收紧政策。这就是我要给大家的第一个未来走势分析。短期内这种政策收紧会让市场觉得澳洲经济要降温，澳币可能会有一波回调，但长远来看，澳洲这种地广人稀的国家如果没有移民这股新鲜血液，它的基建和养老系统会瞬间崩溃，所以政策永远是收紧一阵子又得偷偷放开。这就是我们普通人的机会所在。如果你有能力投资，不要去盯住那些花哨的高级公寓，你的目光应该放在移民落地第一站的那些刚需社区，因为不管政策怎么变，新移民总得有个地方住，这种需求是刻在骨子里的，也是最抗跌的资产。接下来我们要聊的是第二大支柱，那个牵动无数家庭神经的就业市场。大家想一想，虽然移民带了很多钱进来，但钱总有花完的一天，对吧？人在异乡，想要真正挺直腰杆说话，想要还得起那每个月都在涨的房贷，最终还是得靠自己每天去打拼赚钱。所以这就业市场的冷暖，其实就是澳币汇率最敏感的晴雨表。我再给大家讲个扎心的真实经历。我有个认识很多年的好朋友叫凯文，他在来澳洲之前，在老家是那种出入高级商办，穿住挺拔西装，手下管住几十个人的高阶主管。刚到澳洲的时候，他心气很高，觉得凭自己的学历跟经历，找份对口的工作还不简单吗？结果现实给了他一记响亮的耳光，他投了几百封履历，全部石沉大海。
那段时间我去他家看他，他整个人颓废到不行，跟我说他每天早上睁开眼看着天花板，心里想的不是梦想，而是今天又要亏掉多少汇率差，又要交多少房租，那种存款数字不断往下掉的焦虑感，真的会让一个成年人彻底崩溃。后来凯文真的被逼到没办法了，他放下了所谓的面子，去考了一张开堆高技的执照，跑去物流中心上大夜班，结果你们猜怎么住？他现在每周领到的薪水扣完税，居然比他以前当办公室主管的时候还多，而且他跟我说，现在下班时间一到，他就直接打卡走人，完全不用担心老板在半夜传讯息烦他。在澳洲这种地方，一个修水管的、铺砖的，或是开重型机械的蓝领师傅，他们开的皮卡车往往比银行经理的还要贵，这就是澳洲就业市场最有趣也最写实的地方。他不看你的光环，他只看市场现在缺什么，而这种大家都有活干，大家都有钱赚的底气，正是支撑澳币汇率的关键。小白们，你们听好了，这背后的逻辑其实非常直接。当就业市场火热的时候，就像凯文现在这样，大家口袋里每2周都有大笔薪水进账，人心里就不慌了吗？周末就会带家人去吃顿昂贵的澳式早午餐，或是去商场买点奢侈品犒赏自己。这种我有钱我敢花的社会氛围，会让市场上的资金流动变得非常快，商家生意好了，物价自然就跟住涨。这时候澳洲央行那个老大又会出来说，不行啊，你们买的太凶了，通膨要失控了，于是他们就得继续维持高利息，利息一高，全世界想赚高利息的钱又会冲进来买澳币。所以你看，澳币的汇率其实是跟住我们每个人能不能保住饭碗息息相关的，但这里面也藏着很多政治上的博弈。你们知道澳洲政客最怕什么吗？他们最怕失业率上升，因为人一旦没了工作就会心生怨气，一怨就会把票投给对手，所以澳洲政府有非常强大的工会力量，政府会想方设法保护本地人的饭碗，甚至有时候会出重拳去限制外来劳动力，比如突然提高工作签证的薪资门槛，这在政治上是非常讨好选民的做法，但从经济学角度来看，这会让企业主的成本变高，最后这些成本还是会转嫁到我们每个人喝的一杯咖啡、买的一份报纸上，再次推高物价，逼着央行不能降息。所以我给大家的未来走势分析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密切关注澳洲每个月公布的就业数据，如果你看到失业率开始缓慢爬升，或者你发现身边的公司开始停止招聘甚至裁员了，这往往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这代表大家要开始缩减开支了，央行降息的脚步也就近了，那时候澳币汇率可能会迎来一波比较大的压力。那么我们普通人该怎么在这个支柱里找赚钱机会呢？我建议大家要做跨周期的布局，当就业市场大好的时候，你可以关注那些消费类的股票，因为大家有钱花，但当你感觉到就业市场开始变冷，大家开始焦虑的时候，你反而要关注那些防御型的资产，比如大型连锁超市，因为不管大家有没有工作，饭总还是要吃的，这就是就业市场带给我们的财富密码，它反映的是一种集体的心理状态，是安全感与焦虑感的总和。好了，聊完了人带来的消费和动力，接下来我们要聊的第3大支柱，才是澳洲真正的财富底牌，那个让全球大国都得放低姿态，让澳币被称为商品货币的终极大 boss， 也就是资源。正是这些埋在地底下的东西，让澳洲在国际舞台上富得流油，腰杆子最硬，也真正决定了澳币能不能横住走。如果说移民和就业是澳洲经济的肌肉，那么资源就是流淌在澳洲血管里的黄金。正是因为这些东西，澳币在国际外汇市场上才有一个响亮的外号，叫做商品货币。这可不是随便叫的，这代表了全球对大宗商品的需求，直接决定了你手里澳币的购买力。我再给大家讲个震撼一点的故事，我有个在西澳矿区做采购的朋友，他曾经带我去参观过他们的作业现场，在那种荒无人烟、红土地漫天飞舞的地方，几层楼高的采矿车24小时不停的轰鸣，我朋友指着那台车的一个轮胎跟我说，就这么一个轮胎的价格就要好几万美金，而且还得提前1年排队预定才有货。他说，当全世界的大国都在拼命干摩天大楼、造电动车、发展高科技的时候，澳洲的电话就会被打爆，那些订单多到根本挖不完。那一刻，我站在那片土地上，感受到了一种极其强烈的震撼，那是一种人类对于资源最原始、最直接的贪婪与渴望，而澳洲正好就是坐拥这座金山的幸运儿。小白们一定要搞懂澳币背后的致富逻辑，其实一点都不复杂。澳洲是全球最大的铁矿砂、煤炭和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这些东西就是澳洲的现金机器，只要全球经济一热，
全世界的买家就得端住美金、欧元、人民币跑来澳洲排队买矿。但重点来了，澳洲有个不成文的规矩，你要买我的矿，可以，但请先把你的外币换成澳币。你想象一下，动辄几十亿、上百亿美金的订单，全都要先换成澳币才能结账。当全球买家蜂拥而至，抢着把外币换成澳币时，澳币的汇率怎么可能不往上冲？所以每次你看到财经新闻说铁矿砂价格创新高，煤炭供不应求的时候，澳币往往会跟住一起起飞，因为这不是巧合，这是资源赋予澳币的底气，也是澳币身上那股与生俱来的贵气。但这背后也藏着极其复杂的政治博弈。大家想一想，澳洲最大的买家是谁？没错，就是大洋彼岸的那些制造业大国。所以澳币在国际金融圈还有另一个身份，它被看作是全球贸易的代理人。只要那些大国的工厂烟囱还在冒烟，基建还在继续，澳币就稳如泰山。但一旦两国关系紧张，或者对方经济放缓，不需要这么多矿了，澳币就会像没了气的气球一样迅速滑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澳币不能只盯住澳洲自己，还得盯住全球大国之间的关系。我们这群投资者其实就是在这场大国博弈的夹缝中寻找财富的机会。讲到未来走势，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察要分享给大家。现在全世界都在搞能源转型，很多人担心以后没人买煤炭了怎么办？别担心，澳洲脚下还有另一种让全球科技巨头都流口水的宝贝，那就是锂矿和稀土。这是造电动车、造智能手机，甚至是造航太设备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澳洲政府现在拼命在往这方面砸钱布局，所以我认为未来几年，澳币的属性会从传统的黑金转向绿色金矿，这将会是支撑澳币汇率的下一波强大动力。如果你问我现在该怎么布局，我的投资建议是，如果你想赚钱，不要只盯着汇率表看，你要去关注那些掌握了未来核心矿产的澳洲龙头企业。当大家都在恐慌传统能源没落的时候，如果你能提前布局那些掌握了锂和稀土资源的公司，你就能享受到时代转型的红利。好了，我们终于把这三大支柱都扒开来聊透了。你会发现，澳洲经济其实就是一场关于人、关于汗水、关于土地财富的巨大循环，而澳币就是这场循环最终结出的果实。感谢你耐心听到这里，现在就是我答应大家的 bonus 独家福利时间了。很多人常问我，既然澳洲经济底盘这么稳，我除了换点澳币存银行之外，还有没有更聪明、更省心的方法来参与这场财富盛宴？我要送大家一个我自己私藏的懒人理财思维，那就是利用澳洲特有的 franking credits 红利税抵免制度。大家可能不知道，如果你投资澳洲本土的大型优质上市公司，比如那几家资源巨头或大型银行，他们发给你的股息其实是已经帮你缴过企业所得税的了。这对我们普通投资者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税务优惠，等于你拿到的每一分利息都比别的地方更厚。所以我个人的具体操作建议是，如果你手头有一笔暂时不用的闲钱，与其每天盯着汇率涨跌睡不住觉，不如考虑配置一点追踪澳洲前200大上市公司的 ETF， 比如大家都知道的 VAS， 这类资产完美结合了我们今天讲的资源和金融两大强项，你既能赚到澳币长期走强的汇率差，又能每年稳稳拿回4到6%左右的高股息，这就是真正的进可攻，退可守。财富永远是留给那些能看清底层逻辑，并且在大家犹豫时敢于布局的人。希望今天这场深度的分享能帮你打开思路。其实除了这三大支柱之外，我手里还压着一个真正压箱底的终极绝招，我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澳洲资产逆袭方案。这是一个我很少在公开场合提到的更深层次的资产配置策略，它不只是关于怎么买澳币或是单纯买哪只股票，而是关于如何利用澳洲与全球市场之间微妙的利差与时间差来做一套趋近完美的布局。这套方案帮我身边不少朋友在过去几年市场最混乱、最让人睡不住觉的波动中，不仅稳稳保住了本金，还额外多赚出了一套房的头期款。那种看住别人在市场大跌时惊慌失措，甚至因为压力大而跟家里人吵架，而你却因为提前布局了这套方案，手里握着稳定的现金流，每天能安稳睡个好觉的感觉，真的是多少钱都换不来的心理安全感。如果你们对这套澳洲资产逆袭方案感兴趣，想要知道具体该如何操作，有哪些隐藏的坑是绝对不能踩的，请大家在评论区留言，我要看方案告诉我。只要留言的人数够多，大家对财富增长的渴望足够强烈，我之后一定会专门再录一集影片，毫无保留的把这套私藏的方案全部公开分享给大家。不过在影片的最后，我也要真心实意的提醒每一位朋友，
我今天分享的所有内容，无论是我个人的经历，还是我对市场趋势的观察，纯粹都是我个人的思考与意见分享，是用我的眼光给大家当个参考，这绝对不是什么100%保证赚钱的指令。投资这件事本质上就是一场对自己认知的博弈，市场是瞬息万变的，任何投资都存在风险，大家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根据自己的财务状况、风险承受能力去做最冷静、最理性的评估。钱是自己辛苦赚来的，一定要对自己的钱袋子负责任。讲了这么多，其实我最想看到的还是大家能够通过我的分享，对这片土地，对你的财富未来有一份更踏实、更清晰的掌握感。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对你有一点点启发，或者是让你对未来的布局稍微没那么迷茫了，请大家一定要动动手指，帮我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身边的人，这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支持和鼓励。也请记得关注我的频道，点个赞，并在下方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或者是告诉我你在理财路上遇到过哪些让你印象深刻的教训或收获，我每一条留言都会认真看。你们最看好哪一个经济支柱，或者是你对未来的澳币走势有什么不一样的预判？快来留言跟我交流吧！财富的路上，我们一起抱团取暖，共同成长。这里是赚钱角度，我们下个影片见，拜拜。